好，接上式眼手拱拳。好，当走后弧，重心右移，合右胯，两手由拳变掌，以手腕领劲，螺旋对称。左手合于左膝上方，右手合于右膝上方。撑完以后，顺势松右胯，左手逆缠，右手顺缠，螺旋相合。左手搭于右手手臂内侧，两手合于身前中线。好，右手逆缠，同时身法向右螺旋，迅速以小肚领劲儿，向右发力，同时向后顶肘，转身双震脚。好，右手顺势逆缠外蓬合于右膝上方，左手顺势下沉按掌合于左膝上，翻掌发力，身法微向右转。好，领左膝上步，左手向前领手，右手顺势顺缠下合，跟右脚，左手搭在右手小臂内侧，逆向胸腰折叠，涌动放松下沉，左手小臂和右手小臂形成相合，冲拳提膝，交叉打开，震脚砸拳，放松下沉。好，换方向，眼手拱拳。当走后弧，重心右移，身法松右胯向右螺旋，以腕领劲，上下对角对称。顺势松右胯，当走后弧，重心左移，画圆螺旋相合身前中线。右手逆缠，身法右转，双震脚螺旋发力。好，左手逆缠下按，右手逆缠上蓬，翻左掌发力。上左步，跟右脚虚步点地，放松下沉，左手相合于小臂内侧，冲拳提膝，震脚砸拳。好，心架一路的转身金刚倒退，这个动作呢是我们同学们在练习的时候一个相对来讲的话比较需要靠我们小肚来运行的一个动作。好，我们先看第一个动作，眼手拱拳转接下势，它的两个撑掌是需要发力的。来，先做一个发力的动作给大家看一下。冲拳，移重心，好，合右胯，身法右转，是一个这样撑掌发力的动作。来，换方向再看一下。好，移重心，是一个发力的动作。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在练习的时候需要做到一个外形上的衔接，因为现在咱们看一下，就是大部分的同学练习的外形也是把这个手发出来力了，但是呢，缺少了一些身法运行的连贯性。我们把眼手拱拳的发力和撑掌这个地方连在一起，再看看身法。好，这是眼手拱拳的第二下出拳。好，移重心，发力，顺势两个力同时向外打开。好，再看对侧，发力，是一个这样的身法。那一到这儿以后，很多同学就懵了，说老师，咋样才能同时一瞬间把这两个力都发出来呢？好，下面跟大家去讲解细节和技巧方法。首先，我们在学习心架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我们练拳的过程当中，眼手拱拳它是靠小肚向左螺旋以及右胯的向外延展绷弹，形成的一个向外送拳的发力，对不对？那么我们在绷完右胯以后，它紧接着这根皮筋拉紧，它会形成一个向回的弹性以及收缩。所以呢，心架的作用就是啥呢？通过小肚的迅速的螺旋先向左，再向右。但这个螺旋它并不是让小肚单独完成的，它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依靠了咱右胯的弹性。你看咱眼手拱拳一发力，它不是有个这个过程吗？你看一发，向内回收，弹回来的一个过程。
是不是？那么咱们的小肚，咱之前说过，两个腿像两个桩子一样，肚子像一个地球仪在上面放着，可以任意螺旋。但只要咱的胯足够活，哎，我们的小肚就能随意的向前或者向后产生一个螺旋。在这个过程里面，小肚就能迅速的去运动。那我们来看看动作的外形，你看，动作一，绷右胯，迅速移重心合右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只需要做到什么？哎，两手的方向是很好掌握到的。右手以手腕领劲，做类似于雕手的合掌。哎，大指、食指向里相合，四指放松，与食指相合。两手都是一个同时向外捏掌上提的动作，将手腕的力量合于两膝上方。右手的高度与肩同宽，左手的下沉，与胯齐平，上手与肩同高，下手与胯齐平。把这两个高度做好以后，再结合咱的胯，先去慢动作做，冲完拳以后，这胯不是崩出去了，去寻找这个胯回弹的过程，让你的左腿在胯回弹的一瞬间同时向里蹬。你看，一，胯出来了，蹬腿；二，这个力就出来了。很多同学做的动作，它是一个比较缓慢的，喜欢怎么样做？你看，打完延手拱拳，先放松移重心，然后再把一个力发成了两个力，所以就形成了现在大家很多同学在进行尽力发放的时候找不到这个连贯性。那刚才跟大家强调了这个连贯性以后，就是利用这个当胯的回弹去做。怎么去练习？其实很简单。首先，我们在打延手拱拳的过程当中，去找到这种感觉，看到了没有？胯在向前绷出去的一瞬间，拳送出去；胯在回弹的一瞬间，把拳再带回来。找到这样的一个发力感，这种发力感一旦能从身上体现出来以后，我们剩下的这个胯和腰在运行的过程里面就只剩什么控制了？只剩一个咱常说的小肚这个一手丹田的控制了。所以我们有了右胯的向回弹的这个动作，同时你再加上一些咱的这个小肚主动的向右螺旋，来产生一个发完力，小肚从左转，迅速跟着右胯的回弹，再向右侧去螺旋，力量就出来了。那这里呢，有一些同学肯定会问老师，这个是力圆还是平圆啊？这个答案一定是平圆。为啥？因为咱们在绷弹的过程里面，延手拱拳是以平圆的方式送出去，那么它最舒服的回弹一定是平圆再拉回来。如果我们打成这样，你看你非要力圆，能不能行？能，但是身法肯定会形成一种不通畅。你看延手拱拳肯定是不通畅，非要感觉身上要拧一下才能过来那个劲儿。所以你想不想打成这种非常干脆的两个力？都想。但是如果走成力圆的话，这个身法是完全出现不了的，而且整个人会显得比较扭捏根本不像是咱们那种干脆的一个弹斗两个力。那既然谈到了这个地方，咱们就要说太极拳的心架里面，它有很多这种一个弹斗两个力的用法。延手拱拳转心金刚捣对，这就是一个最典型的用法。因为前面咱们还没突出，但是后边这一块是一个非常突出的动作。所以我们想要练好，把我刚才在前面说的去找到延手拱拳出拳和回弹的这个感觉形成一个相合，这是最起码先要做到的。第二点就是小肚的一个向右螺旋，把这两个劲儿合到一个劲儿上，把手和手在对称的时候角度找好，这个动作就练好了。这个没有什么捷径，就是你掌握了这些基本功以后，慢工出细活，1 2 1 2 1 2右胯的一个弹动和小肚的一个螺旋，把这儿找好，基本上这个力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常练多磨就行。好，那么我们下一个动作它就比较难了，从我们撑完掌以后，紧接着咱这个时候不是说了吗？右胯的螺旋相合，向右上方发力和左下方撑掌。
那在运行的过程里面，哎，你松右胯两手螺旋相合，在这个时候，你的当走后弧重心左移，咱的身法肯定是大螺旋带小螺旋，是吧？好，右胯一松，哎，右手随右胯的松沉，自然放松下落。左手随着当走后弧的重心左移，向前向上领手，随大螺旋的变化，哎，画圆合手相合。左手搭在右手小臂内侧，注意看这儿啊。我们想要向右拧转，它是一个螺旋双正脚的步子，对不对？咱先做一个错误的外形给大家看一下。好，螺旋相合了。好，重心左腿，好跳，然后蹦起来以后，重心来到右腿。这个动作呢，是我们在练习转身金刚捣队的时候常见的问题。这个身法并不是让我们跳起来形成的双正脚，而是什么呢？咱们回想一下，理论大家一定要先明白，实践的时候只能多练啊。你向右螺旋拧转的过程当中，你的小肚和胯，注意看这块，它是重心先移到右腿，右胯这个时候是不是还没有松进去？那当右胯开始螺旋相合，小肚开始右转的时候，以胯肘相合，胯肩相照，哎，是不是右胯一松，右肘就要顺势向外打出去？所以它是靠什么？身法的右转带动两脚迅速产生的一个方位变化。那我们怎么才能找到这个向右的螺旋力呢？就是肚子。我们这一块基本上全都在强调肚子的一个发力运化，所以右胯在松合的时候，你的肚子就要在这一瞬间迅速的向右拧转啊，迅速的向右拧转。在拧转的时候呢，我们要形成一个劲力与右肘向外顶肘的身法相合。那这里就会有同学问说，老师，那我转起来了以后，俩脚是怎么离地的？咱们身法转的时候有什么？逢转必沉，这是我们练拳时候最需要知道的一个事儿，是不是？所以当我们在右转的时候，右胯螺旋相合，身法是不是会往下降，对吧？那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速度的螺旋你要有了，那是不是身体会迅速的通过当胯下合，是吧？那由于你的转速特别快，下合也特别快，所以就会产生一种身体的一种螺旋的速度，产生的离心力大于你的两腿的沉劲儿了，所以你的身法会什么呀？看到了没有？你的身体在转的时候，会一瞬间通过小肚的螺旋产生离心力，肚子迅速下降，脚来不及，他以为你身高还是这么高，但是你看一转，硬生生带着过来，所以这个螺旋的时候，身法产生的劲力，因为当胯的相合，它会产生逢转必沉，又会产生离心力，所以我们在转的时候，你螺旋一相合，想要向右转身，肚子的力得足，当胯螺旋得活，身法下沉迅速，并且能够产生这种相对应的力，把你的腿直接不产生向上跳的身法，直接带过来，看到了吧？身体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下沉动作，对不对？那这个过程其实说白了，就是我们得要掌握你的肚子带动当胯时产生的这种螺旋下沉的体感，和迅速螺旋时身体猛往下松沉的这个过程。所以这个地方呢，反而跟老师们想的不一样。很多老师认为说我是跳起来转的身，不是，反而是你越转越低的时候，身法到这儿一沉，重心来到右腿了，右胯一合的时候，你看是不是有一个往下的动作？反而是沉着把脚带过来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啊。所以呢，我们就需要多练。既然能明白中间的理，发力点是哪？肚子、当胯。那想要去做好这个，就要多去螺旋自己的肚子，去找这个劲儿。这个劲儿有一个基本功，我们平常做的这个什么，就是架臂转腰，对不对？你把两拳相合，类似于做这个裂劲儿一样，让肚子去找这个螺旋，用肚子去带动上半身的运转。时间长了，你肚子在转的时候，看。
一点一点去找这个感觉，由小步变大步，做多了就好，还是基本功的事儿，是不是？好，那么最后一个小动作，就是左手随着我们身法转正以后，右手是不是合在中线了？注意看啊，现在有很多同学做这个动作，左手往上一耷拉，右手不动，一翻掌，然后右手往外拨个大圆，左手往前领，咱这都忽略动作了，是不是？你看啊，身法在走螺旋的时候，尤其是左手下捋，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两手在分开的同时是通过松右胯，然后两手有了一个对称，两手有了一个对称，同时左手按于左膝上方的时候，你看当胯一沉，看到了没有？当胯一沉，右胯在松的时候，是不是顺势就开始有一种想往左走重心的过程了？这个动作不是崩胯出来的，也不是蹬腿拧出来的，而是在当胯右胯松沉的时候，你看顺势一合，到这个位置好合，是不是左手有一个向上捧的感觉？好，借助着这个螺旋走，点脚上步领手，根部相合。你的身法出现了啥？翻完掌以后，看右胯一松，右胯一松，看到没有？它有一种螺旋向前进步的感觉。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得注意了，不要做成手合到这儿以后，直接往下落左手，右手不动，没有靠螺旋了，全靠啥了？你全靠你手自己往下掉了，是不是？得把身上的这种螺旋以及这个两手的对称或者对拉，通过身体的当胯运转到这儿，上步，是不是？右胯的相合和螺旋，带动两手的运转。最后金刚捣队，两手相合，就一个重点，不要忘记胸腰折叠，胸腰折叠啊，这是我们的转身新架的金刚捣队。